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打磨小工贾肥，我是甜甜。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1:3比例的曼达洛人和鼓鼓的制作过程，让我们一起开始吧。Let's go！我们去收件了，首先要戴着防毒面具。我这里呢用的是纵松品牌，然后呢它有各种各样的替换滤芯，可以用于不同的场景。然后呢最好我们戴一个护目镜，如果你不想树脂碰到眼睛的话。之前在网上看到各种大神收件都不戴手套，然后于是呢我也想尝试一下，结果呢。所以呢，现在比较谨慎，一般我会戴2层定睛手套，然后再准备一个防腐蚀的橡胶手套。然后我们打开排风，不然树脂和酒精的味道真的很上头。准备好拆支架的拖盘，还有废料收集箱。然后我对这个机器呢做了一个密封，把封到里面。加装了排风扇，这样呢就能把树脂的味道排出去。排风口的固定呢，你可以定制一个纱窗，然后把管道连接到这个换气扇的排风口。因为我们经常打1/3的雕像，所以呢平台没办法斜过来去把多余的树脂空出来。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个密封箱，它可以完美的把平台呈90度卡在这里，同时呢又是深色的。我们都知道树脂怕光，然后呢储存一段时间的话也没有问题。静置一段时间，等树脂排干，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的工作了。这里呢有个小技巧，如果打印件和平台粘连的很结实，那可以在边缘处呢提前喷一点酒精，过一会儿呢就很好插。对于一些轻支撑，只要轻轻一扭它就下来了。由于1/3雕像的件呢每个都很大，所以呢有时候得需要用到粗支撑，太用力的话会让模型掉肉，所以我一般的做法呢是先把它在酒精里浸泡1晚上。The next day，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请一定测试一下你的树脂可不可以这样。经过1晚上的浸泡呢，然后它会变得很软，轻一碰它就下来了。在清洗打印件之前呢，我一般会做一个初步的清洗，把里面残留的树脂然后冲干净。这里使用的呢是95度的医用酒精，大家千万别用工业酒精哦，安全第一。从第一遍清洗桶里沥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到超声波清洗仪里了。由于市面上呢很少有能放下我这么大平台的超声波清洗仪，所以呢这个我是订购的一个工业型的超声波。它呢有15个阵头，内槽的尺寸是40×30×30厘米。开机后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声音。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我一般开机后会迅速的跑出去关上门。溜了。终于完成了，2台机器0.03的层高，用时5天。接下来呢，我们进行2次固化。我这里使用的呢是纵维立方的一个清洗固化一体机。固化时间呢，我一般先设定5分钟，然后把它翻转过来，然后再来一次。这个就叫专业。对。我们要对模型进行一个粗组，检查一下有没有坏件，需不需要重打。因为我使用的是纵维立方 M7 Max， 由于打印平台的限制呢，有些件呢打印前还是需要切割。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把它粘起来。这里呢有一个小技巧，由于 3D 打印件呢，它的纹理是特别精细的，所以我们尽量要保持2个打印件连接处，能有最小的形变。那么在加支撑的时候，我们要把2个连接处放到平台的最远端，
这样呢，最大程度的能保持它的形状，能让大部分的纹理都对得上。毕竟光固化呢会有一定的公差，这个是没法避免的。胶水呢，我这边使用的是一款比较薄的胶水，因为厚了之后的话，纹理之间还会出现一个缝隙。缝隙大了呢，我们后续的修件呢，困难度也会增加。所以在粘件的时候，手一定要稳，先击胶水，给一点就行，对好位置，然后迅速的喷上速干剂。然后看看位置准确了之后，然后再进行加固。对于底座的话，我一般是在粗煮之后，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粘合。因为光固化打印件呢，就是件越大，它的公差呢会越大。我们先保证人物的插拔顺畅，然后呢再来固定底座。我这边打印件的厚度呢是0.25。然后到全实心，这个呢就要看你的一些经验了，因为这个牵扯到人物的重心、比例以及承重。我觉得这个才是 3D 光固化打印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各种pose 动态很大的这个雕像的图纸。但为什么往往各大公司出的雕像呢，姿势呢都趋于四平八稳？所以说承重很重要，首先要考虑。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底座粘起来，然后我这边呢使用的是一个免钉胶，也可以用 AB 环氧树脂胶，我使用哪种呢，取决于它的缝隙多大。然后呢，我会用万明的这款胶水对一些关键部位呢进行一个固定，然后呢喷上速干胶，能快速的确定它的连接的位置。对于这样大面积的像底座之类的打印件呢，我通常呢都会用树脂呢对它进行补缝。因为光固化打印的原理也是这个通过紫外线灯照射树脂，然后层层叠加，然后做出打印件。用树脂的话，相当于我们人为的去在这个连接的地方做一个光固化的连接。因为它们本身材料是相同的，所以连接强度呢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戴上防紫外线的这个护目镜。用这个大功率的紫外线灯对刚才的缝隙呢再次进行一个固化，它会更结实。接下来呢，我会用树脂对底座呢进行一个找平。这里呢，树脂第一次不要倒太多，找一个工具，然后轻轻的给它抹平了。再拿出大功率的紫外线灯对它进行照射，然后什么时间合适呢？当它没有这个烟继续飘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下次的操作，然后再倒一点，然后再去照射，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打磨。把高出来的部分呢进一步的找平。然后呢扫去灰尘，然后再来一遍。这里呢一共要做多少遍，这得看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不要着急，慢慢来。不要一下把树脂涂得很厚，这样的话，里面会有鼓出来的气泡，这样的话就很麻烦了。这里呢补充一点，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呢，还是一定要戴好防毒面具，这个的气味呢是很大的。同时呢，要保持通风。在用这个大功率的紫外线灯照射的时候呢，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呢，一般不要着急，等它散热之后呢，再去操作下一步。等我们感觉已经很平整的时候呢，这时候可以拿出砂纸。那砂纸呢，可以从大的这个400目、600目、800目开始呢，对它进行一个打磨。同时呢，连带着把一些其他的连接处呢也处理一下。这一步呢还不是精细的打磨，主要还是在找形体。找形体呢是让它每个件之间的吻合度更高。因为我多数的打印件呢都选择的是灰色的，所以说在没有喷补土之前的话，
可能有一些细微的小瑕疵还是看不出来的。所以呢，有时候需要你多调转一下这个方向，不同的光线下呢，看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总之，修件的是没有尽头的，这主要看你的自我要求。这时候呢，你也可以准备一个湿纸巾，随时的呢擦拭一下，这样呢更容易看清楚一些细节。目前呢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目前呢是为了把它连接起来，后面呢我们还会精细的去修它。Tomorrow。下面呢我们进行打孔。我呢个人喜欢把雕像做成全磁吸的，所以在修件前呢，我就首先要安装磁铁。为什么选择在修件之前去打孔呢？因为毕竟这个孔洞比较大，打的时候呢有一定的把件打坏的风险。为了稳妥呢，我一般先做这个操作。这里呢其实是给先期的这个树脂防真空的这个孔洞呢做一个扩充。其实呢，磁铁的大部分位置在做镂空的时候呢，位置已经确定下来了。我一般绝大部分的位置呢，会选择10毫米的尺寸进行打孔。打印完成之后呢，这个打印件的孔洞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形变。所以10毫米的这个磁铁呢，不能直接放进去，需要对孔呢做一个扩眼。我这里呢选用的也是一个10毫米的钻头，它呢扩完眼之后呢，安装磁铁的时候，既可以完全放进去，又留有很小的一点空间用来粘胶。所以钻头的选取呢，这个得多去挑选，尝试一下，这样可以大大避免你后期因为尺寸还相差一点，再去用别的工具去打磨，会给你节省很多的时间。前面呢我们讲过这个打印件的壁厚以及承重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来聊一下这个磁铁的吸力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就是承重越大的地方，使用的磁铁数量呢会越多。在这个雕像里面，这个腿呢呈45度的角度倾斜，所以呢我在这边呢提前打了3个孔，在对应的位置呢只找到了主要的一个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蓝钉胶做一个实体的对位。方法呢也是很简单的，就像我们去盖印章一样，把蓝钉胶放进去，然后有孔洞的地方轻轻一压，对应的位置就出现了。然后呢做一个标记，再去把它进行一个打孔。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因为经过很多的测试，吸铁石的位置如果偏差很大的话，它的吸力会降低很多。下面呢我们就进行磁铁的安装。我一般的话会选取3粒磁铁，然后呢用胶水先把它们固定起来。为什么选择3粒呢？因为我一般使用的吸铁石尺寸是10乘以5毫米的。经过测试呢，3粒以上其实和3粒的磁力效果相差不大。对应一些小的件呢，选用2颗或者1颗已经足够用了。千万呢别把磁极搞错了。同一方向呢，为了避免出错，尽量选择同样的磁极。我这里选用的胶水呢，是一款流动性比较好的胶水，它可以顺着这个小缝隙流进去。然后呢，第一时间喷上速干剂。速干剂呢，可以多喷一点，防止呢有胶水没有喷到。但是胶水呢，千万不要弄多了，因为速干剂一喷的话，多余的部分会形成一个隆起，它会让你严丝合缝的模型呢组装起来多一条很大的缝隙。所以安完一边的磁铁呢，一定要把另一边放上去检查一下，看看模型组装起来是否契合。关于如何确定磁极呢，我们首先找一个工具把磁铁吸上去，慢慢的靠近它。如果呢是排斥的感觉，那么它对应的方向就是这边的入口，直接插进去即可。这里呢是我很喜欢用的一个6棱8的一个小工具，它斜过来的时候呢，可以固定磁铁，让磁铁呢和孔洞平行。关于平行这件事呢太重要了，如果你的磁铁有倾斜的话，那么在一些比较轻的件上呢，它会产生一个力，然后你刚刚严丝合缝的模型呢，然后你就发现它又会出现缝隙。
影响磁力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两组磁铁相互的一个距离。有的时候有些打印件的桩呢，它并不是那么契合，你即使安上磁铁，它中间还有很大的缝隙，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提前看好，不然的话，你装再多的磁铁，它的吸力依然是不够的。按完磁铁之后呢，我们要对这个表面的胶水呢进行一个清理，这时候呢就可以轻轻的打磨一下。其实呢，吸铁石没你想象的那么坚硬，它是可以打磨的。那最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磁力，拎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厉害！我们开始精细修件，发现这里呢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我们最好选择重新打印，但这里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个简单的方法，然后呢，就是打印一个局部，然后把坏的地方切割下来，然后把新打印对应的部分粘上去就可以了。我在这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我这个脚部完全是实心打印的，然后重打的话，成功率也有一定的风险。这样是吧？So flawless， 对不对？然后呢，做一个简单的对位，用马克笔呢给它标记一下。然后切割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机器的转速调低一点。见证奇迹的时刻。长一点是。太尴尬了。其实这里呢，我是专门把它做长一点，不知道这样说大家信不信？不信，不信，我信你个鬼！说真的，大家还是尽量想把它做长一点，这样慢慢调整呢，它会更吻合。成功了。然后胶水呢，不要给多，然后给一点就好。这时候呢，对位很重要，一定要一次性的成功。不然的话，它的接口处呢还要进行2次打磨，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速干剂快速的把位置确定下来。然后呢，对细小的接缝处呢，进行树脂的填充，然后以及打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喷补土，然后看一下修的效果。我们把它放到一边，进行一个晾干。等晾干之后呢，我们还会进行一次2次精修无合补。对于我来说呢，最难修呢就是这样的光滑件。我一般的做法呢是，去把树脂，沿着它的方向呢，尽可能的做一层包裹，这样的话可以增加硬度，同时呢也可以让它更好的连接。对于一些复杂的零件来说，你在打孔的时候一定要优先想好它修补的复杂程度，尽量呢把孔洞打在一些平坦的没有纹路的地方，这样用树脂和紫光灯就很好修复。对于这样花纹很精密的地方呢，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树脂千万不要给的很多，轻轻一点就好，让它顺着纹路自由的流淌。我个人习惯呢是最后要把所有的孔洞呢做一个填充，然后呢对它进行打磨，尽量的让它看不到痕迹。我呢使用的是0.03的层高呢进行打印，但是呢光固化打印呢层纹也是完全不可能避免的，所以呢还是要进行一轮400到800目的打磨，给它进行第一次的补土的喷涂。晾干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检查，然后这时候呢，我一般会选择800目的砂纸再进行打磨。对于我来说呢，打磨呢其实就是一个在做减法的一个操作。这样的过程的话，我一般会持续3次吧，不断的通过不同角度去检查、去打磨。最后呢，我们再给它完整的上一次补土，这样呢，我们友达宝宝的这个件呢就算修完了。接下来呢，操作大致相似，所以呢就在这里不过多的赘述了，因为素材真的挺长的，大概有132分钟。
我想大家没有太心寒了。在这里呢，我主要说一下我的方法。除了一些需要粘连的，就是总体很大的零件以外呢，我一般呢都是先进行了初步的打磨之后，然后再进行固化，这样的话打磨起来它会更软一点。如果你也像我一样喜欢1/3或者更大的雕像呢，那一定要做好打磨的心理准备，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3 days later. 上来就显这个雕像小的呀？什么意思？别动，这样能显得更大。你快下来吧，快下来吧。上来。这样显得大了吗？我想站到这个叫水太子。投降。打磨完毕，用时3小时。2个人3天。让我看见这儿有点问题，从这个角度这儿有点小点。来，坐下来，我给他单独拍一下。你就坐这儿，我给他单独拍。不需要我是吧？太尴尬了。很虔诚。咱雕像多高？略量一下，应该有64。64。哎呀妈呀！把尺子怎么修成这样64、63。63，1:3，不太高哈。不缺盏灯，脸都是黑的。说话。不好意思。Action。2,000 years later. 来，我们进行涂砖环节。先调一个底漆。我准备从他的衣服开始涂色。我的一次性小尿杯。这个可以不用补，最后给个颜色就行。需要再加一点。这4个颜色我们调一个衣服的底色，粉丝先喝。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开始不读了。别紧张，慢慢来。怎么回事？这段掐了别播了啊！再来一遍。这次我用了一个偏棕紫色的底色，我很喜欢它带来的旧感，就像星战里的装备一样，有经历过故事的感觉。这也是我喜欢曼达洛人的地方，他的盔甲和服装看起来都像陪他走过很多旅程。
子和上衣是一个颜色。一些比较难喷到的褶皱，我会把喷笔的封帽摘掉，这样可以让喷针更靠近模型。当然，风险也是很明显的。我的喷针已经为这个方法牺牲过很多次了。颜色很满意，不错。用这5种颜色包这个高光的颜色，这个颜色稀释的比较薄。接下来我们暂时把它组装起来。另一个光源，我们假设光在斜上方，我们先给它喷一层高光。高光我不会一次喷得太重，而是慢慢薄喷，一层一层去找感觉。有时候在过程里你会觉得，这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当层次慢慢出来的时候，会特别有成就感。这也是大比例模型的魅力，在艺术性和真实感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们用这个颜色加深一下阴影。这里我会稀释一下漆的浓度，尤其是这种布料褶皱很多的角色，如果阴影喷过头了，很容易脏掉。这个湿盘是我用文件盒自制的，贾飞总说它非常难看。我们在这个颜色基础上加白色，对高光部分进行干燥。这里的颜色会比之前再浅一点，只会处理那些真正接近光源的位置。我不希望整个衣服变得太亮，因为曼达洛人的整体气质其实还是偏沉一点的。丙烯颜料的漆膜比较脆弱，所以我一般都会用消脂漆来封住它，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涂装。大比例模型除了细节更多以外，面积变大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就拿保护漆来说吧，1:6和1:3模型需要喷涂的面积完全不是一个级别，花费的时间甚至会差很多。虽然大口径喷笔效率更高，但它也更吃漆。简单来说吧，0.5口径的喷笔消耗的漆量可能是0.3口径的好几倍。所以贾肥经常吐槽我太抠，不过我觉得节约和吝啬还是有点区别吧。嘿嘿。干透后，我们进行下一步。曼达洛人的服装布料其实不是单一颜色的，中间是有明显的色块区分的。如果用喷涂来做的话，这一块需要做出清晰整齐的分界线。会用这种 PVC 胶带做一下遮盖，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宽度粘在一起。我会选择这种最细的，然后把它的边缘遮盖住，因为它很软，而且它可以拉伸。拉伸紧致。可以拉伸，然后可以做一些弯曲的状态。好了，我要贴我的小模型了。封完这个边儿以后，我会用遮盖液给它做一个快速遮盖。等它完全干透，其实它是透明的，我可以用热风箱加速一下。
我会选一个偏红一点的棕色，这是俊士的消极漆。用它的好处就是不用像之前那个颜色一样，我要涂2遍保护漆，它直接1遍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用水性漆的这个颜色，你也可以不用涂保护漆，这只是我个人的谨慎操作，因为我担心撕下胶带以后它会掉漆，所以我每次都会涂上1遍1遍又1遍。你不喜欢无尘感？我喜欢折磨我自己。喷涂消极漆还是要注意戴防护面具和室内排风，要保证室内空气的流通。大面积上色我一定会优先选择喷涂，喷涂的均匀程度是笔涂很难替代的。虽然分色时会需要花时间去遮盖，但是为了最后的效果，我觉得它值得。然后我会用俊士的透明黑给它制造一些阴影。这个颜色它是透明的，所以它在加重阴影的同时呢，它也不会把所有的颜色全盖上，它会让这个颜色更有层次。这种透明色我很喜欢，因为它不会一下把颜色盖死，层次会更自然一点。这个转折。接下来是护甲的部分，这个腹部这里有一点，它更多的是腿部这个位置和这里，它其实是一个深蓝灰色，然后我会用蓝颜色和这个橘色调一个深蓝灰色。这里我不喜欢直接加黑色，我喜欢加一点它的补色，这样它不会很脏，还能保持颜色的鲜艳程度。加上它的补色。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想要的蓝灰色。同样的方法，我们再进行遮盖。这个医院用的一次性量尿杯，没想到拿来调漆特别好用。做过体检的应该都知道，它这个尖嘴缺口倒液体真的是很方便，关键是它还特别便宜，你坏了也不会心疼。还有一次性的酱料盒，也是模型制作里非常实用的小工具。这个粉色的小东西呢，是我用来快速遮盖的橡皮泥，它和 Silly Putty 还是有区别的，会有一点流平性。那你可能问了，为什么不用 Silly Putty 呢？我也想，但是我的钱包不同意。这部分护甲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高科技合成材料，带一点橡胶质感，而不是冰冷的金属。我们用一个亮一点的蓝色干扫一下护甲的高光。我感觉这个颜色有点太蓝了。翻车了啊！翻车了。准备用衣服的这个颜色，再给它加深一下它的阴影。做模型就是这样，暗部高光反复调整，不满意就重来。有时候你可能只改了一点点，但整个角色的感觉就会慢慢不一样。因为当你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很难骗过自己。你知道哪里还差一点，也知道什么时候才算真正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且更别说还有贾肥一直盯着我，他说他的眼就是尺。精心动魄的
死磕的要把人吃多大了。死吧。虽然我现在已经用了比较安全的方法，但撕遮盖对我来说依然是模型制作里的恐怖片环节，因为你永远不能100%确定撕开以后看到的到底是惊喜还是掉漆带来的惊吓。不知道别人撕遮盖是什么感觉，反正每次到这个时候，我的呼吸都会自动变轻，因为以前被撕遮盖支配过太多次了。尤其是像我这种偶尔有点笨手笨脚的人，最害怕的就是刚撕开一角，发现漆面也跟着一起掉下来，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因为你前面花了好几个小时调整颜色、处理细节，结果最后一个小失误就可能毁掉一部分效果。所以每次撕遮盖的时候吧，都有点像拆盲盒。你希望里面是惊喜，但又害怕打开是一场灾难。成功了。成功，6期。这个还有上一个很烂，但是无法下手。感觉在搓滋泥呢。这个小熊依依的程度，我皮皮了。比有点儿我感觉还小心翼翼。这个边缘，我们就是得到一个非常干净利索的边缘。非常干净谈不上，利索还可以。怎么就谈不上干净了？全是滋泥，传说中的怼脸派。你还撕不撕？是。当然，我们要给身体和护甲做一个整体的置换。旧画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步骤，因为它会慢慢赋予模型属于自己的故事。这次我用了黑色和沙色的自洗液，黑色强化结构，沙色增加使用过的痕迹，让它看起来不像一件刚做出来的模型，而像一个真正陪伴曼达洛战士经历过战斗的装备。我不会把自洗液全部覆盖，而是重点放在缝隙和边缘，即使有一点溢出，也可以通过擦拭和晕染调整，最后留下来的痕迹反而会更真实。没事，我就随便。使用 X20 这种挥发性的有机溶剂时，记得做好防护。我会先用棉签蘸取少量溶剂，在纸巾上稍微吸干一点，避免一次带走太多的颜料。等自洗液半干的时候呢，再轻轻擦拭表面。擦拭的时候要根据模型本身的结构保持方向一致，这样留下来的痕迹会更像真实的磨损。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把凹槽里的颜料完全擦掉，因为真正让装备有故事感的，往往就是这些藏在细节里的痕迹。我感觉差不多了，调整一下，然后我们就进行下一步，给护甲加一点迷橙色。旧画其实不是一个步骤完成的事情，它需要不断根据模型的整体效果去调整，这里多一点，那里少一点，都需要通过不断观察来决定。所以现在看到的这个效果，其实也不是最终版本，后面随着其他部分的完成，我还会继续调整它的状态。比例模型的制作周期真的很长，这段视频里虽然我一直穿同一件衣服，但实际上经历了将近1个半月的制作过程。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可能会发现我在视频里甚至有胖有瘦。
饭挺养人的，又胖了。比昨天脸圆了一圈。我们再用一个亮一点的颜色对整体的高光进行调整，突出一下它的细节，还有亮。这里我重点加强了一下衣服上的纹理，比如缝线和布料本身的结构，让它看起来更有真实的质感。你咋在这儿干活呢？不都是的，放不住。你像异形。接下来是我最高兴的部分，我要给金属涂色。这里我选择使用亮光黑消极漆，因为它能让金属部分拥有更细腻、更有光泽的效果。想让金属色看起来更漂亮，底色非常关键，所以我先喷一层亮黑色为基础。喷涂的时候我会保持中等压力，大约1.5帕。第一层先薄喷，让颜色均匀覆盖，等漆面稍微稳定后，再补一层稍微湿润的喷涂。完全干燥后，下面这层亮光黑会带来更通透的反光效果。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金属漆喷涂表现不同的原因，其实很大程度取决于它下面的那一层基础颜色。一会儿我们要喷金属色，我需要把这个批区给它遮盖一下。曼达洛人的头盔其实不只是一个护具，它里面有非常完整的信息系统，还有辅助的视野和空气循环功能。所以本来我还想吐槽一下呢，这么封闭的头盔战斗起来是不是会不方便？结果研究了一下，发现好像真正不方便的不是它，而是我的想象力。喷金属漆的时候，我会把气压调大。然后把喷底的出漆量调小。我选择白铝这个颜色，我希望金属的颜色能更亮一点。我们薄喷多次，不要着急。喷金属漆的时候，我会保持一个感觉，漆刚刚落下就已经被气流吹干了，这样可以避免金属颗粒堆积，让表面保持更加明显的金属光泽。接下来我会给头盔和盔甲的部分叠加一层透明灰，从哪掏出来的？这样它会有一种电镀的感觉。然后我们做完成色，再在上面用银色的金属给它做高光。
它们两个呢，看完以后还是有一点点质感上的区别。加了透明黑的，它会有一点点伪电镀的感觉。然后我会用刚才的金属色，在这上面再覆盖一层银色金属，这样会让它更有层次。它是不是比这个更亮了些？哦，这个的光圈，我信你个鬼！这个的光圈会比这个大一点啊。急了，鸡头白泪。更亮了吗？哦，是更亮。哎呀，丑死了！这一块护甲和其他的不太一样，它不是完全的金属颜色，它是一个有涂层的金属，所以我们一会儿要反复的叠加这个透明黑，让它接近于黑色，再在这个上面做雕漆的效果。让它形成一个凹凸不平的面。喝完光油，我们赶紧回家吧，外面下雨了。太光油了，我们就回家吧。快回家吧，下雨了。哎。原力。接下来我们要给贝斯卡膏做一个净化的效果。
箱沾取溶剂，对自洗液进行擦拭。保留凹槽处和低处的。像这种溢出来的颜色，我们只需要把它的边缘晕染它就可以了，这样做出来的痕就更自然。这是完成好的样子。其他的零件我们也同样的操作。接下来我们要给这位单亲爸爸增加一抹生活不易的色彩。不用多，一点点就好。这种颜料不要等它完全干了以后再擦，趁它半干的时候擦，而且要注意擦拭的方向要一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留下痕迹的颜料，它里面有一些类似旧化土的成分。如果你觉得这个颜色覆盖了上一个步骤，你可以再重复上一个颜色，对它进行一个调整。现在旧化效果还比较轻，最后会根据整体效果再调整。好了，接下来我们给所有的金属部分喷上光油，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皮革的部分了。Hello, everyone. 好啦，皮革的部分，接下来我会用这个颜色。救我！救我！救我！给皮革的部分打一个底色。接下来我们要给皮革做一个风化的效果。将会用到这5种颜料，我会用这个颜料，还有小海绵，用海绵蘸取少许颜料，把多余的颜料在纸巾上蘸一蘸，用海绵在皮革的凸起和边缘的位置制造磨损的纹理。蘸取同样的颜料，对风化的部分进行调整，来增加一些划痕和折痕。我们用一个更浅的颜色来强调一下边缘高光的位置。我们把紫色洗漆稀释。稀释的很薄，对皮革部分进行一个自洗。
蘸取浅色的颜料，强调一下边缘高光位置。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颜色加深一下它的阴影。好了，你们已经看到我用的最快的速度把金属部分全部遮盖住了。接下来我会用我们最开始用的红棕色，加一些浓棕色，调一个颜色，对皮革整体进行调整。接下来我们稀释一下焦棕色，接下来我会在边缘的位置贴上遮盖，然后用透明棕的颜色在边缘位置加深阴影。我们完成啦！炸弹的部分，我们给它加一点小想法。我其实有一点点享受这个切割遮盖带的过程，这让我感觉我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接下来我们给它加一点特效。我喜欢给模型加入一些小小的惊喜，比如这种荧光效果，它其实非常微小，平时甚至完全看不出来，只有用紫外线灯照射时才会出现。但对于我来说，这就像是留给发现它的人一个小彩蛋。这多好啊！那就做完了，接下来我会给金属的铝圈做一下射线。接下来我们要制作手臂的部分，这是一把握枪的手，我们要先解决枪。接下来我们给枪柄轮膜做一个自洗。这里我用的是俊士深棕色的自洗液。
取新数据，开设。用这个颜色呢，干扫一下。喷一层消光保护漆。接下来用银色干扫黑色腔体，让结构细节和磨损质感更加明显。再用金色处理有色金属部分，丰富整体的材质层次。我要给枪口的部分做一个小小的彩蛋。好了。接下来用透明棕和透明红增加一些暖色变化，让这把枪多一点复古感，也更贴近经典星战的视觉风格。手部护板的颜色，我选择这两个。涂黄色之前，我们要先给它用白色打个底，这样黄色更容易上色。下面我们开始涂黄颜色。我会给它做一个自洗。黑色部分我已经涂完了，现在我要对它做一个自洗。用海绵直到纹理，再把多余的颜料吸走。着重去洗一下护板的位置。我们用丙醇。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可以用魔术灵把它擦除。魔术灵的英文是什么？魔术灵。
水性漆自洗需要稍微快一点处理，不然颜色会比较容易留在模型表面。这里和圈口一样，我也想给它做一个小挑战。这里我用的是 UV 胶，但就最后的效果而言，其实这里喷光油就行了。到护腿的部分呢？救我！救我！救我！用水性漆自洗的时候，我会喷一些异丙醇，让它破坏表面的漆膜，形成一些比较特殊的水性效果。这里我用的是75%的异丙醇。喷完保护漆以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遮盖，给这条皮带喷一个底色。
在对皮革进行一个旧化效果的制作。这里和我们之前做过的皮革是一样的步骤。用透明风提升它的立体感。换一条腿盆了，该换一条腿盆了。还记得我们之前配的衣服阴影的颜色吗？不要浪费它。我们给护腿也加重一下阴影。做个遮盖，然后涂一下皮革的颜色。这是啥材质？皮的，金属，肯定是金属。不确定。走，咱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材质？木材。完美。下面对皮革进行深入，这里和之前的方法是相同的。这里干扫一下细节。所以这里到底是什么材质呢？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有涂层的金属，我给它做了一个掉漆的旧化效果。
接下来是皮鞋的部分，它的制作方法和之前的皮革部分基本一样，整体思路还是先铺底色，再制作纹理层，最后通过罩喷不断调整细节。这里我用透明棕和透明黑混合稀释后，给皮鞋喷涂阴影，增加立体感。现在我要给背包加一点细节。Woke up at dawn, yeah, the city still sleeping. Got goals in my head, secrets I'm keeping. Used to be broke, now the money is creeping. Why they all talking? Taking that leaping. They see the shine, don't see the grind. Leaving the old me far behind. Yeah, I'm on a new wave, a new level now. Let's go. New level now. Yeah, a new level. Watch me go get it. Gone.
shall reign. In return for your service, please accept these gifts. East. 下面要吐的是。笑一下。这个视频流失率太高了。下面要吐的是优大宝宝。我终于到姑姑了。好的。用这两个颜色调一个底色。实不相瞒，这已经是第2次返工了。因为贾肥说我第一版喷出来的像绿松石，不像谷谷。谷谷的肤色还是很有难度的，我需要竭尽全力的把绿色喷出娇嫩的感觉，这很有挑战。调低，微调小。哎呦，不得了！
太激动了。喷火焰。少女在玩火。哎，一会儿弄烂了啊！我警告你，不要调皮。火焰的喷涂真的特别考验耐心。就底座上这2束火焰，我前后调整了3天。说实话，这个时候真的非常羡慕小比例模型。而且这种不是透明件的火焰喷起来其实更难，因为它没有材料本身的透明效果，只能靠颜色一点一点去做出火焰的感觉。从白色开始，慢慢过渡到黄色、橙色、红色，最后再用透明黑压一下。每一步都要不停地调整，颜色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最痛苦的是，如果中间有哪个地方不满意，就不是改一点点那么简单，可能一大片区域都要重新处理。再加上一直举着喷笔调整角度，真的特别费手。最后的结果不是我在玩火，是火在玩我呀！接下来我们要给曼达洛人画他的底座。
我这口学吧。好啦，最后让我们组起来看看。这个模型来自 Zenith， 你可以在 IG 和 Patreon 上找到它们。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种模型制作过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或者你希望下一次看到什么作品。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